接着我们来套用材质，这边只是去找到你觉得不错材质，把它换掉而已哈。那首先我们选车子，那车子的相关材质会在这边，那你要先认识哪一个东西是哪个哦。那当然它会有写物件的名称哦，是窗户啦、塑胶啦、烤漆啦哈。好，那这边你就自己对照。那如果不太清楚怎么找你要的质感哦，譬如说这个是 pen， 那我这样点这个球哦，点进去哦，点进去，它就开启这个球的材质编辑器。在 Unreal 里面，你只要点2下，针对哪个东西点2下，它都会弹出一个视窗，那个视窗就是属于那个物件的编辑器。哦，那我在材质这里点2下，打开就是这个材质编辑器，这样。哦，那这边可以看到，它本身的质感啊，哈，还有用了什么贴图这样子。哦，那这个应该是那个烤漆啦。那我现在确认这件事哦，那我现在把它拉开，那我现在放在旁边。然后这个颜色选到它，点个2下，我把它换红色好了。所以是不是汽车烤漆？没错嘛。哦，好，所以我就要换掉这个，我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 pen 是汽车烤漆。然后我关掉之后，因为你有改了颜色，有变更，问你要不要存档。如果你按是，它就换成红色，这样。好，那我现在先换汽车烤漆哦。那怎么换？找到我们下载的那个汽车的材质包，材质叫 Material。然后这是户外室内贴图哦，我现在在户外，我找户外的。那户外这边会有很多，这个光从商城下载的素材，光这些资料夹你就要认识哦。那认识的方式就是先从它的地图范本档先去找看看有什么东西哦。那我这边找到材质，好，所以这些资料夹目录的那个英文要记。就是我们之前讲初学者内容包那些单字哈，材质叫做 material， 那这户外室内跟贴图，贴图只是一张照片而已哦，所以这不是材质哈，材质不是找这个，材质是一颗球，所以你要找有球的哦，所以这边找户外，户外里面会有这种各种质感，它有分类玻璃的啦哈，还有皮革、塑胶等等哈，金属。那我这边找车漆，好，那这边就有一些车漆，你看，好，看你喜欢哪个。好，那你想编辑，想知道它用了什么功能，点2下，还记不记得 Unreal 只要针对那个物件点2下，开起来就是那个物件的编辑室，那里面就可以调各种功能。好，那这个属于一种负质材质，负质材质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哈。那这边很简单，你要改什么也是在这里改就好了。哦，好，那这里就是汽车烤漆这么多。看你喜欢哪一个，挑一个。好，那我已经确定，我这辆车的汽车烤漆是2号哦。那我就直接把我要的直接拖过去，丢在这里。它会有那个虚线框亮显虚线框，你只要确定你游标下方是你要换的东西就好，不要这里。好，确定你要的这个，然后放，它丢进去就换掉了。这样，所以这汽车烤漆就不错，它有多层次的烤漆，而且会有亮片。好，那有时候看不到，那不是你材质不好，而是光线的问题，所以 Ctrl 加 L 改变一下，改变一下太阳光。如果有太阳光，可能效果会更好。好，那如果没有太阳光也没关系，改变全景图的角度，你可以转动全景图，可以吗？全景图就是光线嘛，就是光照嘛，可以当背景用，可以当光线用嘛。所以改变全景图的角度是改变光照的角度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这个看你要改变全景图的角度，或者是加个太阳光，让它有明确的阴影。那这样你看这个换成这个汽车烤漆的材质，就比原本那个从 Sketchpad 下载下来原作者的材质就好多了。那不满意，我再换一个，不见了。先选车子，找到2号，把你要的丢进去，看一下，不好看，我再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只要学会怎么替换成这个汽车烤漆的素材包就可以了。那至于怎么调，我们后面有机会再陆续介绍给各位。好，那我这边先挑这个，然后再来比较明显是那个玻璃啦，玻璃你要有那个高反射折射的那个质感，所以我选到这个。你选到这个的话，一样会列出这么多东西哈。那你要先确认玻璃的物件，玻璃是 Window 吗 ？Window 点进来，我看一下，我先改个。你要找到基础色哈，基础色是这个，然后点2下换个颜色看看。好，我一样换的比较明显的红，然后先存档哦，先存档看一下是不是这个，没错嘛，很红嘛哈，这个好，那我确定是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车窗哈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找到玻璃类的，
玻璃类的。那玻璃类会有分那个实心跟清晰玻璃，或者是有贴隔热纸的哈。那这个是清晰的玻璃，那这个是清晰玻璃有反射啊，这个是比较薄的啊，这个是好像比较厚一点的，这个是有太阳光去覆盖的。哦，好，那你就试看看吧哈。我找有反射比较强的玻璃，这个哦，不要丢错。好，就这样，反而比较强啊，不满意再丢，不要丢错就好了哦。不满意再丢，这样好。那你看一下哪一个效果会比较好？哎，这个会看到里面将会有点破绽呢哈。好，那这样，好，我再看一下通常要低的角度会比较好，这样再高一点，再调一下。对一下，太快太慢，你要调整一下那个摄影机的移动速度。好，大概这样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但是可能汽车的双面，因为它里面可以看得到哦，所以这样会有点怪。到后面调到不错的时候，我们再把那个材质的双面功能打开，这样哦，这是比较清晰的。好，那这个你就自己挑一个，甚至你可以到别的资料夹再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哈。那个灯光金属反射类的，反射类，如果把这个反射应该就全黑的，哦，啊，或者是你要贴那个全黑的隔热纸，我看不到里面，这样可能比较简单省事，也可以啊，哈，好，那但是就是不要让它就是那个丑丑的。好，我大概知道这样，玻璃我再找一个了哈，再找一个，好，然后车灯玻璃也是可以找哈，这边就找几个重点换掉就好了。然后有贴图的，尽量不要换，因为贴图牵扯到就是那张贴图里面的指定哦，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还不太熟的，就不要去换那个有贴图的区域。哦，我们只要把换颜色，像烤漆、塑胶、钢圈、玻璃那种换掉就可以了。这边的汽车烤漆材质，我这边要把双面材质打开。哦，那这边记一个功能，要不然这样看起来会有点怪。汽车烤漆是这个 Carpen 哦，元素，我这边是元素2，然后把这个点2下进来，点2下进来就是它的材质编辑器。那通常材质编辑器不是长这样哦，这个是材质编辑器里面的子材质，所以它很多参数化功能都提取出来，这个先知道哦。那我现在往下看，它这边有一个叫做父亲材质，父相就是他爸爸哦，它这个材质是来自于这一颗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有父子关联，就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那个父子材质哈。那这个副物件这个点2下进来，好，它打开又是另一个面板。好，我现在把它分开，在材质编辑器正常是要看到有这种节点构成的。你看它这个材质怎么调出来的，这么复杂哦啊，这个先不用管它哦，知道调出真实材质是需要很多功能去构成的哦，不要被这个吓到哈。那我们找到最右边就是材质的本身，最右边这里材质本身，然后在它的最左侧有一个叫双面，一个双面就是正面反面都算图这样，好，然后这个要打勾。那我在勾之前哦，你注意看这里哈，是这样啊，我可以看得到那个地板的东西哈。那我现在找到这个里面一堆哦，你就不管它哦，找到最右边就是它最底层的东西，然后左下角这里是它的属性，这边双面打勾。那打勾必须存档，它才会更新。我现在在存档啊，注意看这里已经看不到地板了。我现在如果把双面关掉哈，然后我存档，注意看这里哈，好存档，它可以看得到后面的地板白白的有没有？然后这里是不是很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这个汽车烤漆的材质变成双面哦，如果是那个单面怪怪，你就把这个双面打开哦，找到最右边的这个属性，然后把双面打开，然后存档，这里就更新了。好，那这样就看不到地面，这样的真实度就会比较好一点哦。好，那其他的就依照这样的方式去更改。如果你打开这个材质，点2下，它看到这种树状图 ，OK， 那就是它原本的材质。好，那找到最右边这个，最右边这个，在左下角都有一个叫做双面。好，所以这个再打勾。那你关掉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没有存档，它会提醒你是存档。好，那其他你就会点进去看看，点2下，这个就是最根本的材质。那如果点2下不是长这样，而是长这样，它是一颗球，代表它是子材质。副材质就要从右下角去找哦，这个先有这个概念，好不好？所以材质里面有分成最原始的材质，还有它的子材质。那个材质的孩子，一个材质可以生出好多个不一样的孩子的材质，来控制各种属性。
哦，这个是 Unreal 的材质结构哦，先有这个概念哦。那找到这个最右侧就是它最根本的基础的质感，然后在左下角找到双面打勾，记得存档，这边就会更新了。OK。